本节课程大概分为3个部分第一部分呢，我会给大家用笔记本软件给大家讲解一下这个Python 的基本的一些数据类型，然后呢会着重讲解数字和变量它们的具体的使用。然后呢，我会给大家去介绍一下，就是说我把这个讲解的内容呢，通过 ChatGPT 转化成了比较好的文本，方便大家去阅读。当然，这个阅读材料是英文的，如果大家觉得就是说英文阅读有困难，或者想通过中文更好理解，我还为大家准备了这个非常强大的在线翻译工具。好，接下来呢，我们进入到这个笔记本软件讲解的部分。开始我们就说一下这个 Python 的基本数据类型。首先是首先我们来说一下就是这个 numbers。numbers 有2种类型一种就是 integer 就是整形，也就是我们所谓说的这个数字就是比如说1、2、3点点点 ，OK， 这个就是它没有小数的，然后它的英文应该是 integer，这里我就不详细写了然后另外一个就是我们所谓的小数，这里称之为叫做浮点 ，float 对，这个就是比如说2.5然后3.0，然后4.2，对吧？点点点，这个就是基本的这个数字这个类型。然后呢，其次呢就是我们常见的这个 string，这也就是我们所谓说的这个字符串，也就是文本这个类型。它的缩写是 str，这个我们在这里就先不多做解释，我只是把基本的大的类型先给大家介绍一下。然后第3个就是 list，就是我们所谓的数组。然后第四个就是 tuple，这个是元组，就是它是用一个圆括号去表示的。然后第5个是 dictionary，这个是字典。这个呢长相是有点奇怪这个是 key，然后 value key value，然后外面是花括号。然后下面一个就是是第6个是 set， 这个是集合的概念，它这个应该也是用圆括号去表示，元素在里面，这个回头再做一块去解释。然后第7个最后一种就是 boolean， 这个有时候说在程序在写代码的时候，它可以 bool， 它是布尔，这个叫布尔类型。然后其实还有一种类型这里额外再给加上，就是这个空类型none， 这个有点特别因为它这个就是你跟空值包括你跟一些像这个空的元组，或者是空的集合，或者是这个空的 list， 它其实这些东西它都可以跟这个 false都是一致的，然后除此其他的情况基本上就是true 了这里只做个简单讲解，这个大概就是 Python 里面的基本的几个重要的数据类型。在这里呢，这节课呢我会给大家着重讲解一下关于这个 numbers。numbers 呢，这里我们讲了有 integer，它这个其实这个东西对我们来说就是这个比如说在这里我再写一下，第一个就是 numbers， 对我们来说其实就几个比较重要的事情，就是加减乘除，对吧？然后这个我们在程序里面会在 Python 里面怎么写呢？比如说加法的话，其实就很简单，就是1加1对吧？或者减法的话就2减1，对吧？乘法的话就是2乘2，除法的话就是5除以1。但是这个结果其实是不太一样的。比如说1加1的结果是2，因为1跟1都是整形，所以它的结果呢，其实输出的结果，其实如果我们要输出的话，其实
我们可以打印一下，然后用括号把它打印出来。这个结果呢，其实它这个 Hasaki 这个井号键，井号键的话就是它是注释，就是井号键后面的东西在程序里面是不会打印出来的，就是只是在写代码的时候给我们自己打一个注释的意思。然后这个1+1这个结果就是2，它在屏幕上就会输出2。2的话，其实它的类型是一个整形，它是一个 int，然后下面也是以此类推，这3个它都是整形。包括乘法它也是整形，但唯独有个不一样的地方是什么呢？就是这5×1它这个结果呢，它不是5，它是5.0。这个我去查了，在网上查了一下，是 Python 3跟 Python 2。Python 2的时候，基本上就是2个类型是什么类型的？如果是2个加减乘除的类型是一致的话，就是它会默认，就是它的结果是不会变的。但是到 Python 3之后呢，它就是唯独在除法里面，它做出了一个特别的处理，就是说如果它是整形，不管它是整形还是浮点，对吧？它的除完之后的结果都是统一是浮点。比如说这时候5×1，我就想要一个等于5，怎么办呢？这时候就是你要有一个特殊的写法，就是5双斜杠除以1，这个结果它就是5了。这个看似是一个很小的东西，其实这个还是蛮有用的，就不然的话你直接去求整的话，还要另外用一个函数去做，可能会比较麻烦。这个就是我们第1节课简单讲一个，我先介绍到这个 numbers， 对吧？它这个让我们回顾一下，就是首先它就是一个 integer， 是 int， 是一个整形，然后另外一个就是浮点。然后在这里再补充一个知识点，就是说这个这里写个 note 吧，就是变量，变量是 variable，variable，这个是啥意思呢？比如说你看上面我们这个是我们这里写的是这个1+1，对吧？我们是感觉这看着好奇怪啊，这个打印出来1+1，这是我们应该是正确的方法应该怎么做呢？这时候我们可以命名一个函数 a， 然后等于1+1，这样子的话1的结果呢，其实这时候我们再去 print a， 这个结果呢，其实它就应该是这个2了。这个看似是一个很小的一个这个赋值操作，其实这个赋值是挺有意思的事情。首先这个 a 是什么？这个 a 其实我们就叫做变量名，我就直接写变量名变量名它是有一些要求的基本上就是你不要自己太乱写，然后不要使用系统内置的一些名称，对吧？这里我先不做过多的描述，基本上我讲个大意，就是说大家可以就是尽量让这名字简单、通俗、易懂，对吧？举个例子比如说举些例子，比如说比如说这个 data frame， 我有个东西是 pandas 里面 data frame， 大家如果现在不知道什么是 pandas， 也不知道什么 data frame 也不要紧，对吧？比如说这个 data frame data， 它这个东西比较长，你可以起变量名，如果这个是起变量名的，你可以叫它 df， 对不对？比如说还有一些东西在系统里面有些叫什么 information。information 我们在系统里面会统一叫它 info， 对吧？是便于记忆，包括有一些经常我们常用的东西叫 data， 对吧？包括在一些循环里面我会喜欢用 I， 对吧？但是如果在 for 循环里面，比如说有些东西就是，比如说我们是拿到了很多行的数据，对吧？我们叫什么 rows， 对吧？如果你是多行的话，你用 row。比如这时候我们在 for 循环里面呢，如果大家现在不知道 for 循环也不要紧，对吧？我们觉得感觉 rows 太长了，对吧？我们可以简称它用 r 来表示，就是会比较简单，就是说让大家就通俗易懂了解到你当前这个变量，尽量在简短的情况下能代表更多的含义，就是为了方便，就是说别人阅读，包括你自己阅读，是会有很大的优势的。然后另外一个就是，如果是个变量名特别长的，比如说你看这个就起个名字，就是说这个怎么说，就是
我现在上面有一个这个数字，对吧？它是 int，但是我不知道，但是一般我们不会去命名啊。比如说这个是字典，对吧？大家现在虽然我还没有介绍字典，对吧？字典是那个花括，是上面这个花括号这个花括东西叫字典。但字典它是一个特别的数据类型啊，就是说像我们在这边去数值去赋值的时候啊，我们是不知道，比如说我单给你一个数值 a，你是并不知道，你只是知道这个变量名，但是你并不知道它什么类型。有什么方法我能知道它的类型呢？对吧？我们可以直接就是比如说 print，然后有一个内置的函数叫 type，就这个类型 of a， 对吧？哎，看一下这 a 类型是什么？因为我们上面的 a 是整形嘛，它就会输出一个结果，对吧？它的结果就叫做 int。但如果这个类型，比如说我们不知道这个 a 是什么类型，就是我们得去打印一下才能知道，是不是特别麻烦？但是如果我知道，比如说这个a，我给它，比如说 int，我们一般不会特别指出来，但有些特别复杂的变量，我们会给它指出来。比如说这个叫什么？这个 data， 现在这个变量名叫 data，data 呢它是个字典，这时候呢我们会用一个下斜杠加上它的缩写，对吧？这样子呢，我们一眼看过去就知道啊，这是个 data 的数据集啊，data 的一个变量，对吧？里面有一些数据啊，这个数据叫 DRCT， 这样我们就不用去打印了。当然，这只是一些实用的小技巧啊，大家先不用在意那么多。如果以后在实际工作中更多使用的话，我们慢慢去积累相关的这样的经验。大家在这个频道主页上也可以看到，这里有一个这个 Python Basic 的文件夹，这个点进去呢，就会看到这里面是这节课的一个 Markdown， 还有一个这个 Numbers。这个 Numbers 呢，就是我们这一节课里面的这个我写的一个练习代码，大家可以在下载下来之后呢，可以在这里面去简单去跑一下，或者在你自己写些自己喜欢的东西啊。这个只是用来跟大家说明一下。配置环境在这里就不再多说了，你直接选择这里就是说current file， 然后直接跑一下这就会显示说，对吧？这输出结果这个是 int， 这个6除以2是 int， 然后是 // 就除以2次的话，它就可能就会变成int， 然后除以1次就变成 float， 就跟课程中讲的内容是一样的。然后大家在我这个频道在这个 GitHub 的频道主页上，对吧？我会把这个大家可以在这里看到，这里有一个数字和变量这个链接，点进去这里就会写的 Markdown。我就是把这个我刚刚讲解的主要内容呢，就是这里有更详细的说明，大家可以直接去阅读。当然，如果觉得就是英文这里有可能需要着重讲解一下，就是刚刚有没细说的，比如说这个变量或者这个变量，尤其这个变量名的命名规则，对吧？这里有非常详细的解释大家可以自己在这里去看一下。大家如果觉得这个就是说，我觉得这个英文读起来看着头皮发麻，对不对？有没有什么办法呢？有的对吧？这里我会给大家介绍一个就是说比较好用的一个翻译工具。它的解释，你看这个一打开这个工具之后呢，就会有这种对照的这个翻译，当然它可能不是很准确有的可能翻译的很奇怪，当然也可以帮助大家去理解。但我还是希望大家就直接能阅读英文因为英文的东西描述会更准确一点。关于这个翻译的这个工具在哪儿呢？对吧？这个翻译的工具呢，我也会把这个贴在这个频道的这下面的说明里面，是这个地址，然后也是非常这几天火起来一个项目现在有大概3000多个赞大家这个如果去安装呢，这里有非常详细的这个安装过程，对吧？比如说你是在用不管你说哪种浏览器，比如说你用 Chrome， 如果你可以上谷歌的话，你就在这里直接点击安装就可以使用了。然后呢，安装完之后呢，你就会在这里看到这个插件。这时候我们跳回来，就是大家可以自行去查找一下自己的这个安装方式这个也是比较简单，因为这是全中文的。大家在这里呢，就是说可以在这里选择，就是你可以选择你的翻译方式，就是如果你是在国外的话，你直接用谷歌就好了。如果你在国内的话呢，这里有很多种翻译方式，当然也可能很多需要设置一些东西的，可能比较麻烦。大家可以直接选择这个腾讯交互翻译我看这个什么都不需要设置，你只要直接选了这个，也是可以正常翻译的。当然，如果你选择用谷歌的话，可能翻译会更快一点。如果你在国外的话，对。然后这里有快捷键，大家也可以到这个软件里面自行去探索你只要点这个设置进去有很多东西，大家可以自行探索一下。
然后呢，我们再看一下这个，对，这个生成的内容呢，我是通过 ChatGPT 啊，就是问问题的方式，帮我们这个课程的核心内容讲解，然后呢把它去整理完，然后贴在我们这 Markdown 里的，对吧？希望大家，如果大家有什么问题的话，欢迎大家点赞、评论、关注、点亮小铃铛，谢谢大家。